2024年已经过去了快1个月，我们在年初的时候自信满满写下我们今年要完成的目标，但是过了几个星期之后，怎么感觉自己就好像一个泄了气的气球一样呢？今天我们就来探讨一下这背后的问题。拖延症。那美国曾经有一个著名的博客 Tim Urban 在 TED 上面分享过拖延症产生的原因。他有说过，我们的人大脑里面有分左脑和右脑，而左脑呢相对来说比较理性的，它会去帮助我们去做一些计划；而右脑呢，它是相对来说比较感性的，它不会在乎未来和过去，它只会在乎现在。一般来说，我们会有个情况，就是我们理性的自己会告诉我们，我们应该要在这一年做什么，我的人生目标有什么，然后我们就会写下来。但是过了一段时间之后，感性的右脑就会出来跟我们说，我们现在应该要放轻松，我们现在应该要去玩，及时行乐等等等等。所以其实克服拖延症就是一个我们理性的左脑克服我们感性的右脑的一件事情。那 Tim 他有说过，其实我们每个人都有拖延症，只是很多人他可能没有察觉到而已。那如果我们忽视了拖延症的话，到底会有多严重呢？很多医生在医院里面有问过一些躺在病床上的老人家，在他们人生的最后阶段有没有一些遗憾，而他们调查之后发现，他都有一个遗憾，就是他在这一辈子没有完成一些事情，可能是没有完成自己的梦想，或者是他没有做一些自己想做的，比如说创业，或者是有一些想说出来的话，但是又没有说出来。而这些事情本身他们都是有能力去完成的，但是因为拖延症的原因，一拖再拖，而到了最后在病床上，他是没有时间和精力去完成。所以我们怎么样能够避免拖延症呢？首先我们先来了解一下拖延症的本质是什么。那为什么我们会有拖延症呢？其实我们想做的那件事情，潜意识里面我们是不想做的。比如说我们想赚大钱，财务自由，成为亿万富翁，但是我们却更渴望一夜暴富。我们是不希望经历赚钱过程当中的那个痛苦的时候。比如说我们想减肥，我想要6块腹肌，但是我不想要健身当中那个痛苦的过程。那为什么我们会有这种想法呢？其实就是我们的右脑，我们的右脑只会在乎现在的事情，它只会在乎现在的感受，他会想现在我做什么会比较开心，而他不会想长远未来对我们自己有利的东西。所以他可能会排斥那些我们左脑定下来的计划，而对于要经历困境，或者是对于我们有帮助，但是在成长的过程很痛苦的那些事情呢，我们的右脑是十分抗拒的。接下来呢，我们要分享一下，其实拖延症有分2个区别。第一个呢，就是有一些时间限制的。举个例子，比如在放暑假的时候，学生们都会有2个月的时间去放假，而他们也是要完成一些作业的。而在这个暑假的前半段，这些学生他们可能会想去享受他们的暑假，去哪里旅行，去哪里玩，去吃什么好东西等等等等。而到了这个暑假的后半段，当他们想起我还有暑期作业要完成的时候，他们才会在最后的那几天匆匆忙忙的做完他们的暑期作业。再比如说我们在工作社会里面有一些工作的报告，可能我们都会是想在最后的时候才去赶进度。那无论是暑期作业或者是这些工作的报告，这些都是有一些时间限制的，我们都是能够更容易的观察到我们是有一个拖延症，并且我们是很喜欢把这些东西拖到最后来完成的。那有没有那么容易察觉的呢？就是一些没有时间限制的，比如说我想学习一个新的技能，或者是一个新的语言，或者是我想创业，我想实现一个梦想，或者是我想减肥等等，这些呢都是没有一个时间限制的。而很多人呢都可能会觉得这些事情我放在明天，或者是我放在某个时间点开始做也不迟啊。结果就是明天之后就会有一个明天，明天之后再会有一个后天，而会踏入一个永无止境的一个恶性循环。那我们到底要怎么样解决这些没有时间限制的拖延症呢？其实 Tim 有在他的演讲当中有说到一个解决方案，我们要做的就是要给每件事情设一个期限。首先我们要知道，其实我们的人生都是有个期限的，最终我们每个人都会经历衰老和死亡。而在这个短暂的生命当中，我们要去完成一些我们想做的事情和目标，不要留下遗憾。而 Tim 也在他的演讲当中有说到，怎么样能够解决这些隐性的拖延症。他有说到一个工具，就是制作我们的人生日历，或者是一个人生的周历。首先我们来假设一下我们的人生，假设我们的人生能够活到80岁，那接下来呢，我们就来做一个人生80岁的周历。我们把每一年52周的时间分成52个格子，然后再乘以80，制造一个小方格。那每一个小方格呢，就是代表1个星期。然后我们再来把我们过去所经历过的人生时间去全部抹黑掉。那这样呢，我们就能让我们
过去没有时间限制的目标强制加上了一个时间限制，那就是我们生命的周期。那透过这个表格，我们也可以认识到，其实我们的人生是非常的短暂的，所以我们要好好珍惜，并且好好的活出我们精彩的人生。而第二个方法呢，就是我们要具体的写下我们的过程，而并非幻想我们最后的效果。比如说，很多人想减肥，他可能第一个画面就是想象自己有6块腹肌，自己是一个肌肉男，又或者是有些人幻想他自己去创业，他第一个画面可能是想象我的公司要上市了，我会成为一个亿万富翁，我会财务自由等等等等。如果我们幻想这个成功的画面的话，那我们的大脑就会感到满足，它就不会开始这个计划。所以呢，我们应该要专注在这个过程，而并非这个结果。那另外一个原因就是，如果我们幻想的那个结果跟我们现在的差距越大的话，那其实我们是越难开始我们的目标的。那所以我们怎么样去解决这个问题呢？就是我们可以把这个大的目标细分成不同小的目标，然后我们可以一步一步的可视化的去完成这个目标。比如说，我想一次性跳到一个5米的墙体上，那这个是对于很多人来说是不可能完成的。但是如果我们想爬到这个5米的墙上面，我们可以细分成不同的阶级，我们可以一步一步的往上爬，那最后呢，我们就可以上到这个墙上面了。比如说，我是一个胖子，我在这年定下的目标是我1年内要减20公斤。那20公斤对于一开始的我来说是一个天文数字，我可能会觉得很困难。那到底怎么办呢？那其实我们可以把这个20公斤细分成不同的阶级，我们可以把这个20公斤分成我每个月可能只需要减1.7公斤左右，每个月坚持下来的话，那我1年就能减掉20公斤。那对于我潜意识来说，20公斤跟1.7公斤哪一个相对来说比较容易呢？那就是1.7公斤，对不对？所以我们可以选择细分我们的大目标变成一个小目标，可以可视化的一步一步完成这个小目标，而不是我在想一步完成一个20公斤的减肥目标，最后觉得这个目标太大太难了而半途而废。那我们在计划自己要完成的过程的时候呢，那最好这个计划是要越详细越好的。那我再拿减肥做一个例子，假设我要减肥20公斤，我要先计算一下我每天要消耗多少的卡路里，然后我要计算一下我每天要摄入多少的卡路里，而我是不要超过我消耗的这个卡路里的数量。当我计算了这些数字之后呢，更有一个清晰度，能够完成我这个目标。而另外一个优点就是我可以去优化和微调我这个计划。比如说，在我减肥的第3个月，我发现我减不下来，我可以去审视一下，可能是因为我之前摄入的卡路里太多，我之后应该要吃清淡一点，吃少一点，又或者是我应该要做多一点有氧的运动，去增加我消耗的卡路里等等。那这些计划都是可以帮助我们去实施我们的目标。那第3个方法呢，就是我们可以分享我们的计划给我们身边的人听，比如说我们的朋友、教练，或者是我们的家人、伴侣等等。那为什么我们要分享给他们听呢？因为他们可以帮助我们去监测我们自己的计划，或者是看一下我们的计划有没有一些问题，有时候我们是想不到的。他们可以通过旁观者的眼光去看一下我们这个计划到底有没有一些盲点，或者是有没有一些改进的地方。如果我们的计划进行到一半缓慢下来了，或者是我们想偷懒的时候，他们也可以监测我们去完成我们的目标。那今天我们给大家分享了什么是拖延症，给大家分享几个方法，到底怎么样去解决拖延症这个问题。最后呢，我也祝福大家去完成我们今年年初定下的一些目标。那我们一起努力，一起加油，下期再见。